刚才只是突发奇想，打算试试激发神血后的力量，没想到竟然如此恐怖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没有控制好力度。凌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好像突然进入了一种神奇的意境中。啊，这凌天，怎么会这样？若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我身上，岂不是必死无疑？凌天，你可知刚刚那一拳的力量有多大？不知。这终极测力器可承受5万斤的力量，而你能一拳将它打穿，就足以说明你那一拳的威力超过了5万斤，堪比终极战王。超过5万斤啊！这打破了琼海战校的历史记录吧？就这实力还作弊？我打第一个不信！凌天，鉴于你表现优异，你无需进行最后一项考核，可以直接成为南海战府的学员。夏教官，我不想破例，想进行最后一项考核。哦，那好，你挑战我或者薛教官，只要能坚持1分钟不败，就算过关。夏教官，既然他一直质疑我考核作弊，不知这最后一项考核，我能否选择挑战他？什么？我就要挑战你，你敢应吗？凌天，我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但刚才的事情都是误会，我也是被人蒙在鼓里。哼，我挑战你和刚才的事无关，你该不会怯战了吧？凌天，你虽然天赋不错，但我岂是你想挑战就能挑战的？这么说，你是真的怕了？是怕输给我吗？凌天，你要知道，实力和实战是有很大差别的。我这是爱才，不想伤了你。哼，那你多虑了。如果你真伤得了我，我绝不怪你。既然凌天执意要挑战你，不如你就应战吧，一味怯战有损身份。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你这个样子可有悖于战者精神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拳脚无眼。如果我不小心伤了你，你可别怪我。当然，年轻人，希望你的实力和你的口气一样狂。薛教官，你说这一战，他们谁能笑到最后？这凌天可不简单，他敢公然挑战石井水，就说明他有必胜的把握。以石井水的实力，估计挡不住凌天刚刚那一拳的威力啊。凌天兄弟加油！凌天就要必胜！凌天，小心了！呀！呀！呀！哎！果然有2把刷子。冰封！凌天，你败了。
这湿金水隐藏的好深，他竟然是冰能战士。凌天这下又麻烦了。啊！力量整我！又是这一拳，夏教官，你觉得凌天这一拳的威力究竟达到了何等程度了？具体威力我也不好揣测，但你我应该接不住他这一拳。这凌天真是一个怪胎。也许不久的将来，我东神战盟又将诞生一名战神强者。你认输吗？哎，既然你不肯认输，那我们就继续吧。你赢了，我认输啊。凌天，你已通过所有考核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南海战府的新学员。你先回去准备一下，3日后来琼海战校集合，我们会带你去南海战府开始新的修炼。好。凌天，你有时间吗？我有些话想问你。天儿，你终于长大了。凌天，你和叶神医是什么关系？啊！凌天，你和叶神医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你可知去哪里能找到他？他的行踪向来飘忽不定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凌天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如果你有他的消息，记得通知我，我找他有事。好，如果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凌天，你今天的表现虽然超乎想象的出色，但南海战府内强者如云，你一定要戒骄戒躁，脚踏实地的努力修炼。还有，等你到了南海战府，记得联系我，到时候我帮你推荐一个不错的小队，让你加入。多谢。这个背影，为何总有种熟悉之感？唉。今天考核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爸，3天后我就要去南海战府报到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你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。天儿，这是我们凌家祖传的秘术博龙六术，现在为父将它传授给你，你就利用这3天的时间好好参悟。如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直接问我。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记得给我说，我来想办法。谢谢爸。这博龙六术竟然是圣术，共分为缚龙爪、镇龙印、御龙盾、升龙拳、碎龙指和灭龙击6个部分。蓝星上的功法共有6个类别，按级别分为玄术、地术、天术、圣术和神术。炎黄古体术就属于圣术，博龙六术也是圣术。看来我们林家的过去也不简单呢。那这3天我就先参悟下博龙六术和神脑中的剑步吧。这是我们南海战府的战机，大家立刻随我登机。凌天，你休要得意，等到了南海战府，
自会有人收拾你。你们感觉这飞机如何？这飞机的飞行速度好快，座椅也很舒服啊。这猎鹰号战机乃是天级战机，飞行速度自然不是一般战机可比的。不过，天级战机并非蓝星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飞机，王级战机和神级战机的飞行速度都远远超过了它。夏教官，那王级战机和神级战机的飞行速度有多快啊？神级战机的飞行速度可达到20倍音速，王级战机则可达到10倍音速。而我们这艘猎鹰号战机的飞行速度是5倍音速。这些战机的价格都非常昂贵，仅仅天级战机的造价就超过10亿，神级战机的造价更是天文数字，我南海域怕是没有。20倍音速。但是神级战机并非蓝星最快的，据我所知，星际战舰的飞行速度可达到了亚光速，那才是蓝星之最。夏教官，那星际战舰也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吗？它的由来我并不是很清楚，不过我知道，如今蓝星上仅仅只有1艘星际战舰。好了，你们都准备下，我们马上要抵达东领岛了。在正式进入南海战俘前，你们还要接受一次考验，那就是用3天的时间猎杀岛中妖兽，穿越整个东领岛，而我们会根据你们的成绩进行排名，排名越高，得到的贡献度就越多。夏教官，贡献度是什么？南海战俘中的修炼资源很丰富，但是想要获得修炼资源，就需要拿贡献度进行兑换。也就是说，贡献度相当于蓝星币。只要拥有足够的贡献度，你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享用南海战俘上的所有修炼资源。获得贡献度的途径有很多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入战队，然后接不同等级的任务。任务难度系数越高，奖励的贡献度就越多。东领岛到了，你们千万要记住，妖兽是我们人类的敌人。你们想要保家卫国，捍卫人类主权，就必须不断猎杀妖兽，削弱他们的力量。而东领岛中的妖兽众多，其中不乏有灵兽存在，他们极其凶残。你们猎杀他们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留情。另外，东领岛中有2只地兽等级的妖兽之王，如果你们不幸遇到他们，切记不要恋战，有多远就跑多远。曾经有几个学员就死在他们手上。还有，你们击杀妖兽后，一定记得将妖丹取走，妖丹的数量和品质将决定你们的最终成绩。都是0级的钢针，应当够用吧？祝你们好运了，我们在南海战俘等你们归来。林天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组队？不了，我想独自历练下。青叶，你们自己小心，我们南海战俘见了。依依，我们也走吧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赢他。哼，还想跟着我，可没那么容易。箭步，副龙爪，你太慢了。
啊！看来我这副龙爪的熟练度还不够，否则刚刚一击就能杀死他。哦！是只灵兽级别的豹子。捕龙爪。哎呀！第11只了。灵豹的血腥味一定能引来别的不错的猎物。是赤眼熊、青牙狼和黑甲毒蝎。就拿你们来检验下我的苦修成果吧。副龙爪。啊！好恐怖的防御力！先杀这些青牙狼！可恶！数量太多了。命神师果然强大。是妖兽拳。啊，青姨。青姨，
我挡着这些赤血野猪，你速速去前面的瀑布躲藏。你快走，我自有办法脱身。好，我去前面的瀑布等你。看来我的大灭魂术运用的还不够成熟，得多加努力了。林天，那些赤血野猪呢？已经被我杀了。真的？青姨，你没和他们组队吗？组队了，不过我们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一只妖兽之王。妖兽之王？刚才遭到了大量赤血野猪的追杀，在逃跑的过程中，我和他们跑散了。那只妖兽之王的战力如何？那是一只地兽等级的铁甲黑猿，战力极其恐怖，顷刻间就毁了我们的防御。我刚还在想什么时候检测一下神奇异能的威力，没想到这只铁甲黑猿就主动送上门了。青爷，你将那只铁甲黑猿的具体位置告诉我。啊？青爷，你将那铁甲黑猿的具体位置告诉我。林天，虽然你战力很强，但我们的灵气根本无法破坏铁甲黑猿的防御，你最好不要去冒险。放心吧，若真有危险，我自有脱身之法。那好吧。林天，我想去瀑布潭中清洗下伤口，你能保护我一会儿吗？好，谢谢。这里距离终点不远，只要小心行事，应当能顺利到达终点。林天，你真的非要去找那铁甲黑猿吗？放心吧，我只是去看看，不会有事的。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小心。沼泽地、桃树林、怪石嶙峋，看来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好大的妖气，还有一股刺鼻的腥臭味。啊！啊！那是……好恐怖的妖气！这铁甲黑猿怕是一只中等地兽，堪比人类终极战王。啊！先解决这些赤血野猪和千牙狼再说。哎！利用命魂师的手段，将灵魂力附着于钢针之上，再用钢针穿透他们的大脑，这样他们就能悄无声息地死去。这个方法果然好用。啊！糟糕，血腥味引起他们的注意了。嘿！
糟糕，现的。死吧！人血燃烧！没想到神奇的战力竟如此恐怖，看来我如今的肉身强度还不足以支撑神奇异能太久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博龙六术第二术，镇龙印！啊！好可怕的妖气！这神奇异能虽然强大，但后遗症未免也太重了。看来在肉身足够强大之前，不能再轻易的使用神奇异能了，否则一旦神奇之力消失，我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啊，差点把你忘了。不愧是铁甲黑猿守护的礼物，仅仅一口就有恢复之效，着实强大。是时候赶往终点了。